We do have a zero tolerance policy for unsafe acts. I'll give you a couple examples. However, these examples that I'm giving you are not limited. The list that I'm giving you is not limited to just these things I mentioned. No wheelies, stoppies, burnouts. Aggressively weaving back and forth in your portion of the lane, side to side. Or slingshot, that's creating a gap and aggressively rolling on the throttle. 大家好，我是13。那我们今天要试骑的是雅马哈 YZF R6。哦，真是超美！啊，先跨上来。哦，这一坐姿，天哪！马上会告诉我它是R6，毋庸置疑啊。好，他刚刚说启动的时候，先要找那个怎么调整模式的地方，看一下。来，转。哦，哈哈哈哈。这个仪表板好像是跟之前一代 R1 是一样的，真的好像哦。好啦，然后他说梦在右边这边，看一下哦。A B A Standard， 哦，这样分好了。先从 Standard 好啊，标准模式。哦，我之前在骑有600W的时候，其实我很常骑09年的 R6， 因为那时候朋友有一台，这坐姿根本一模一样啊！顶 Coco suspension。那我刚刚说之前跟09年坐姿一样，就是那种。你屁股整个翘高高，然后手把往下、往前倾的那种超级趴的姿势。哦，那因为是试骑活动，所以他们也说。就乖乖的在队伍里面哦，它有 Gear Indicator 告诉我在第3档，然后 TCS 就是 Traction Control 循迹系统、防滑系统，他说我是E，坦白说我也不知道E代表是什么，这样光低速的骑的感觉就觉得好像粘在地板上很稳啊。还是不太习惯这个离合，真的好紧啊，要很用力压着。啊，我看今天这样一起骑，应该是没有办法拉转。你看我现在一直都在5、6千而已，可是你看仪表板上面一直写到16,16000转。比较好奇，它好像最高档应该是15000左右吧，应该也不会到它仪表板上面显示的。来降2档好了。那严格来说呢，虽然这是第4代的 R6， 可是很多人会想说它是3.5代，因为它改装了，不是改装，它改款的部分呢，其实是外形，然后还有电控，引擎跟之前是一模一样，所以它的后轮的马力输出也是要100匹左右。我也算是给600cc 的车种这盘死水注入一点新活力啦。不然你看那个
CBR 也是这么久，然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。然后 Kawasaki 不错，就是有做636。不过雅马哈也蛮聪明的，因为他知道因为在 R6其实上一代的是赛道常胜军，他知道他们自己可能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所以引擎部分就不用再做改变，然后是从操控上面跟外观去做提升。我真的很开心，他们还是用这种指针式的转速表，因为不知道我就是指针控，看到指针转得很开心。也不是说我非常讨厌那种 digital LED 的显示，只是 LED 显示总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。好了，我也不知道前面这个车速这么慢会维持多久，换个 B mode 好了。他说是收掉油门，然后转。我现在在 A， 等一下我换了。有差换 B。在 B mode 的时候，我现在转的时候，我右手已经转了，然后它的我觉得它的加速曲线呢，就不是 linear 这样直线上去，它有点勾上去的感觉，所以我转的时候，车子还没加速，然后后面才加速，看，对，现在才过去。所以可能下雨天的这部分很有帮助，或是如果你是个手非常不安分的人，可能可以逼自己这样子。好，我调看回 Standard， 好，这边右转。好，仪表显示上面还蛮多灯的。哈哈哈。那循迹系统像这种是边骑可以边调吗？我这边有按钮，看一下，3、4、5，哦，好像是收油的时候按才会有用。对啊，好，他刚刚启动一次摆在1，那我换回1好了。我也不知道1到底是最介入还是6是最介入。不过今天这样4期活动应该是都试不到了。好了，换人 A 看看。呼呼呼呼！哈哈。A 的话，我在想会不会其实是跟之前的 R6就是一样的曲线，还是之前 R6其实比较偏向于标准，这我不是很清楚。来4档。不知道前面车会不会冲？好像骑也都只有在7000多转而已。还是有那个拉扯感的，很爽。然后我听说这台车它的悬吊部分呢，就是沿用 R1 那老大哥的悬吊系统，然后后面也是改 KYB。然后我那天看一个蛮有趣的事情，他说因为怕车子太硬，好，等到这边可以加速。唔係喎。不能冲啊！我想说前面带头的可能会直线冲一下。我刚刚说有趣的事情是，因为他这一台车，然后我那天有看，他说车子太硬的时候，其实反正操控上，对于骑乘人来讲的话，其实操控上不是很好，所以他们这台车整个提升了之后。也加大加粗，然后我记得是它的前叉嘛，然后它就必须在某些部分要变得比较
不那么的硬，好像是 Triple Tree， 就是三角台这边，所以就很有趣。那时候听说之前他们在设计 R6的时候，上一代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们是06年还07年，好像车子太硬，结果其实反而对车子操控并没有特别好，所以他们08年过后有在调整一下。真的这样骑起来啊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必要摆在标准模式，这样骑就可以了。不过那个 B 绕的还不错，下雨天真的应该很好用。这台车呢，快排可以选配。我这台试的有没有快排啊？如果我油门不放，可以换挡吗？给大家试看看。好。可以换。这台车选配快排。好啦，那试骑很短。就告一段落了。不过其实我刚刚说这样的骑姿啊，我是垫脚尖，因为它椅子真的很高。可恶，这条快排就刚没试到。啊，好爽！对吧？可以看到。Mode 在这边，循迹系统在这边，然后这是那个 Gear Indicator。哇，它的外观真的很美，尤其是后面这块，哇，这也是跟 R1 的造型类似。这边 R1， 哦，这里啊，这是 R1S， 对啊，非常类似。对啊，从骨架看你就知道，跟之前的R6是一样的，连排气管应该都一模一样。他说这个设计感啊，是来自于R1， 可是 R1 也是来自于 M1 嘛的厂车。不过如果你看到下面那个两个头灯，就有点奇怪，是硬装在下面。不过如果是像有人把它当做买回来赛车的话，整个换赛车壳应该看起来，因为没有头灯嘛，就非常非常流线，非常的美。我刚刚说 R6是跟 R1 一样，都是走雅马哈 M1 的感觉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看看这台车 R6 感觉。好，我们看看 R1。好，这台是 R1 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去看 M1， 走。没有盖你，这边真的有一台 M1， 这是 Rossi 的。好，不盖你，你看吧，这是 M1。哦，现在可以看到 M1 实车，真的超帅的。哇，MotoGP 厂车哎 ，The Doctor。好啦，那喜欢这些影片的朋友呢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有点想要签一台，然后好好来就是下赛道玩一玩。不过新的应该是买不起啦，但是基于它引擎也没有变动的话，其实买08年以上。我想08年是因为06年的 R6 刚出的时候，它那时候有做些，之后在08年有做些调整，所以08年以上的 R6 其实是比较好的。那这次其实它另外一个配色是这个白色，哦，也是很美。刚刚一路看过来，我发现今年 R3 的配色跟 R6 是走很像，一样类似颜色。好啦，那这次试骑一样很短，
不过有骑到真的是很爽哦。坦白说，你光看这两台车 R6在我面前，心情就很愉快，美啊！好，那如果对其他事情还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那如果喜欢这类的影片，可以帮我给个赞。那下次见，谢谢大家。